平时跟大家聊天，我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很多人家里不缺各种健康小工具，体重秤、计步器、腰围尺，样样都有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先在秤上站一站，然后掏出手机看看昨天走了多少步，要是步数没到10000，心里就过意不去，觉得今天没动够，对不起自己的身体。可要是我问你，你昨晚睡了多少个小时？你今天睡醒以后，觉得真的解乏了吗？很多人可能就会皱起眉头，嘴里嘟囔一句：睡觉这事儿有什么好讲究的？闭上眼睛不就完了吗？睡得着就算睡好了呗。甚至有人脑子里还记着一套老说法，觉得人上了年纪，绝少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老年人睡5-6个小时，那叫精神好，睡太多反而是懒。其实啊，这个观念真的得好好掰一掰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都在指向一件事，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睡眠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严重得多，而且它藏得特别深，平时根本感觉不出来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天晚上真正有效的睡眠最低不能少于6个小时，最理想的状态是7到8个小时，而且质量比时长还要关键。睡着以后不频繁醒，不乱做噩梦，早上自然醒以后精神是恢复的，那才叫真正睡好了。先来说说张叔的事儿。张叔今年68岁，退休以前是个工程师，做事特别认真，凡事都喜欢有条有理的。退休以后，他也把这股劲儿带到了养生上面，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、血压、步数，还买了一本养生日记，每晚睡前写2行。张叔有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地方，他觉得自己睡眠没问题，每天10点多上床，一沾枕头就着，而且睡到天亮。他跟老伴说，你看我睡得多好，你看那些睡眠不好的人多遭罪，我这身体还硬朗着呢。可是有一天，张叔去社区医院例行体检，医生翻着他的检查报告，随口问他，最近记性怎么样？脑子转得过来吗？张叔一愣，想了想说，还真是，最近老是忘事儿，昨天把钥匙放哪儿了？愣是找了半小时，前天出门买东西，买着买着忘了要买啥。医生让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认知评估，结果发现张叔的反应速度和记忆力比同龄人要差一截。医生问他，你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？老伴在旁边立刻接话，打得响，有时候还停一下，我都吓醒了好几回。医生这才跟张叔解释，你这不是睡得好，你睡着以后有呼吸暂停的问题，你每次那个停顿，身体都在缺氧，大脑在缺氧。你以为你睡了7-8个小时，其实大脑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，这才导致你记忆力和反应下滑。张叔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这些年一直觉得睡得挺好，结果睡的全是无效觉，白睡了。这就是数字好看，但里头藏着陷阱的典型例子。然后再来说说李阿姨的情况，她走的是另一个极端。李阿姨今年71岁，是个特别爱看养生节目的人，手机里关注了一堆健康博主，3天2头刷到各种睡眠建议。有一回她看到一篇文章，说每天晚上9点前上床，10点前睡着，早上5点起床，这样符合自然规律，对心脏最好。李阿姨觉得这说法很有道理，从那以后她就开始严格执行，每天晚上不到9点就催着老伴关灯，强迫自己躺下来，睡不着也得硬躺着。早上5点一到，不管昨晚睡得好不好，闹钟一响就爬起来。结果呢，坚持了2个月之后，李阿姨反而越来越难受，白天头晕、心跳，有时候感觉乱一下。有一天早上5点多刚起床，站起来的瞬间眼前一黑，扶着床头柜才没倒下去。老伴儿赶紧送他去医院，医生检查完以后说，你这是起床太猛，加上睡眠质量差，导致血压波动，脑供血不足。医生还告诉他，你强迫自己在规定时间睡觉，但是身体并不按时表，你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焦虑越来越重，这种焦虑反而影响了你真正入睡的时间和质量。而且老年人本来夜间血压就容易波动，你又强行早起，这个时间段起床是非常危险的。医生说，养生文章里说的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，照搬别人的作息套在自己身上，反而害了自己。有权威研究机构对3400多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，结果发现了一个让人很揪心的结论，那些长期每天睡眠有效时长不足6小时的老年人，在未来发生心梗、脑梗的概率要比正常睡眠的老年人高出将近60%。
更让人担心的是，其中有一类人，他们表面上每天睡7-8个小时，但是睡眠中间频繁短暂醒来，每次醒来时间不长，自己甚至都不记得。但实际上大脑始终没有进入深度睡眠，这类人患上认知障碍的风险比睡眠质量正常的人高出将近1倍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白天不停运转的工厂，里面会积累大量的代谢废物，而清除这些废物的最佳时机就是夜里的深度睡眠阶段。一旦深度睡眠不够，这些废物清不干净，就会慢慢堆积在脑细胞周围，久而久之，大脑的功能就开始下滑，记性变差，思维迟钝，严重的时候就朝着老年痴呆的方向走过去了。除了睡眠时长，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危险时段，那就是夜里上厕所的那几分钟。听起来是小事，但很多老人就是在这个环节出了问题。陈大爷今年74岁，平时身体看着不错，就是有个老毛病，夜里要起来上2-3次厕所，每次起来他都是摸黑，直接从床上一骨碌坐起来，然后走到卫生间，办完事再回来躺下。家里人觉得这没什么，上个厕所而已嘛。可是有一天后半夜，陈大爷起来上厕所，刚从床上起身，头突然猛地一晕，腿一软，整个人斜在了床边，幸好床头柜挡了一下，没有直接倒地。老伴儿被吓醒了，赶紧过来扶，后来送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是典型的体位性低血压，就是从躺着的姿势突然站起来，血液在重力的作用下往腿部沉，一时间没来得及回流到大脑，大脑短暂缺血，人就晕了。老年人因为血管弹性变差，调节能力本来就弱，夜里又是血压最低的时候，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发生。医生叮嘱陈大爷，以后夜里起床要分3步走，先在床上坐起来停一停，再把腿放到床边垂下来，再停一停，最后才慢慢站起来，绝对不能一下子蹦起来就走。这3个停顿看着麻烦，却真真实实的保住了很多老年人的安全。还有一个场景是很多人没想到的，就是睡前玩手机这件事。66岁的吴阿姨退休以后，特别喜欢睡前刷手机，看看新闻，翻翻子女发的朋友圈，再刷几个短视频，每次一刷就停不下来，往往搞到11、2点才放下手机，关灯睡觉。她觉得这样睡前放松对睡眠没什么影响，但是连续几个月下来，吴阿姨开始发现自己入睡越来越难，躺下去以后脑子里乱得很，那些视频里的画面一直在脑子里转，要翻来覆去折腾将近1个小时才能睡着，而且睡着以后梦特别多，早上醒来觉得脑袋沉甸甸的，一点都不解乏。去看医生，医生告诉他，手机屏幕发出的光线会抑制大脑分泌一种帮助睡眠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少了，大脑就不容易进入睡眠状态。而且睡前刷视频，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，你关掉手机躺下来，大脑还在回味刚才看到的内容，根本没办法平静下来进入休息模式。建议他睡前1个小时就放下手机，可以换成听一段舒缓的音乐，或者看几页纸质书，让大脑慢慢从兴奋状态降下来。吴阿姨照着做了1个月，睡眠质量明显改善，早上起来精神也好多了。听到这里，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些担心，觉得自己的睡眠问题积累了这么多年，是不是很难改变呢？是不是非得靠安眠药才能解决？其实完全不需要这么悲观，很多影响睡眠的因素都是可以通过生活习惯来调整的，不用花钱，也不用吃药。首先是情绪这一关，很多老年人睡不好，根源在于睡前脑子里装了太多事，子女的事、身体的事、钱的事，翻来覆去想个没完。这时候你要告诉自己，今天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，现在是睡觉时间，它们都不重要。深呼吸是个很实用的小方法，慢慢吸气数4下，再慢慢呼出来数6下，做上几个循环，身体会自然放松下来，心跳也会跟着慢下来。其次是睡眠环境，卧室要偏凉一点，太热的房间反而睡不深，窗帘要够厚，遮住早晨的光线，不然天一亮就被照醒，深度睡眠就被打断了。再就是白天的运动，适量的步行或者太极拳，能让身体消耗掉积累的紧张感，晚上反而更容易自然入睡。但要注意，运动不要放在晚饭以后太晚的时间，那会让身体在睡前还处于兴奋状态，适得其反。还有晚饭不要吃太撑，吃太多以后肠胃在夜里还在工作，身体的其他部分自然也没办法真正休息，睡眠质量就下去了。
最后，我还要认认真真跟大家说说，怎么评估自己的睡眠到底好不好，怎么看待这件事才科学。很多人一听到睡眠不好，第一反应是去数自己睡了几个小时，结果发现才睡了5个多小时，立刻焦虑起来，越焦虑越睡不着，越睡不着越焦虑，陷进去了。其实判断睡眠质量不能只靠时长这一个数字，你早上自然醒来以后，如果感觉头脑是清楚的，身体是放松的，不是拖着虫脑袋从床上挣扎起来的，那就说明你昨晚的睡眠对身体来说是够的。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累，白天容易打盹，注意力难以集中，记性明显变差，那才是需要重视认真去调整的信号。正确的记录方法是这样的，连续记录1周，每天早上起来写下昨晚几点入睡，今天几点醒来，夜里醒了几次，醒来以后大概多久才重新睡着。早上醒来的精神状态打个分，1到10分，6分以上就算不错。到周末的时候，看看这一周的整体状态，是不是大多数早晨都能打到6分以上。只要整体状态是稳定的，偶尔1-2个晚上睡得差一点，完全不用紧张，那是正常的。真正需要去医院做个睡眠评估的，是连续超过2周，每天晚上都很难入睡，或者夜里总是频繁惊醒，或者脑半反应，你睡着以后呼吸有停顿，这几种情况都要认真对待，不能硬撑着拖。说到底，睡眠就是我们身体每天给自己的一次深度充电，心脏在这时候喘口气，大脑在这时候做一次清洁，骨骼在这时候默默修复，免疫系统在这时候重新备好力量。我们对睡眠多一分重视，身体就能多积攒一分底气，去面对第二天所有的生活。看完今天这期，大家不妨就从今晚开始，把手机早1个小时放下，给自己的大脑一点安静下来的时间，感受一下睡眠真正改善以后，早上醒来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。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，你平时睡眠怎么样？是容易入睡，但睡得浅，还是根本睡不着？咱们一起交流交流，说不定你的经验还能帮到和你一样的朋友。如果今天这期内容对您有用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把这份内容转给身边的老朋友，让大家都知道怎么好好睡一觉，好好保护自己的大脑和心脏。祝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每一个夜晚都睡得踏实，每一个早晨都醒得精神，日子过得稳稳当当，身体越来越硬朗。